8个秘密震惊考古界。第一，不能被复制的肃杀禅衣。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众多文物中，最为珍贵的是肃杀禅衣。它薄如蝉翼，长128厘米，两袖通长190厘米，其重量包括厚实的领和袖口锦边在内，还不到1两，只有49克，可以装到一个火柴盒内，是目前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好、制作工艺最精和最轻薄的一件丝绸衣服。80年代时，研究所决定复制肃杀禅衣，但复制品重量为80克，和正品重量偏差很大。专家们不服，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输给古人，又进行了各种研究。他们发现肃杀的织物密度稀疏，精密为58根每厘米，伪密为40根每厘米，每平方米的织物重15克。经纬丝的直径很细，经纬丝的投影宽为 0.08 毫米，蚕丝的嵌度极细，单根丝为 10.2 至 10.3 担。这样微细的蚕丝不仅和近现代骚出最精细的蚕丝十分相当，和现代轻柔透明的乔其纱织物也无两样。后来专家又发现，汉代养殖的为3棉蚕，吐丝更细，而如今养殖的为4棉蚕，吐丝更粗一些。所以专家给蚕喂上了特殊食材，让蚕得以吐出细丝，从而复原出 49.5 克的肃杀禅衣。而这经历了13年之久，之后无法再继续减重，可见古人自然有特殊的纺织技术。肃杀禅衣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其实当时出土了2件，只不过其中1件被盗走了，这件重量才47克。1983年10月，17岁的学生趁夜进入博物馆，接连偷走了31件文物，肃杀禅衣就在其中。在警方追捕文物时，此人将肃杀禅衣等文物销毁，造成了巨大损失。后面大吕再为大家仔细讲述这些惊天大案。现在肃杀禅衣已成为禁止出国的一级国宝。第二，梯形帛画再现谜题。在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的内棺，分别覆盖着一幅梯形帛画，内容也大致相似，尤以1号墓的引人注目。在棕色的卷地上，用朱砂、石青、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神话传说及人物等栩栩如生的图像，为我国考古发现中罕见的艺术杰作。一出土便被列为世界上最贵重的艺术珍品之一。1992年8月末，在长沙举行的首届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上，作为会议东道主之一的湖南省博物馆，特地为与会专家学者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节目，让大家近距离观赏梯形帛画等一批平日不展出的珍品。但仅仅半天时间，半天之后即送回仓库秘藏。观赏时，有军人在远远的地方持枪站立，警惕地守卫着这批珍品。帛画全长205厘米，上宽下窄，顶宽92厘米，末端宽47.7厘米。习惯将其内容分成代表天上的上部、代表人间的中部以及代表地下的下部，但是具体的解释则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帛画顶部的正中为人手蛇身像，人手披长发，发的末端搭在蛇身上，上半身穿着蓝色衣，足以下为红色的蛇身环绕盘，左上角一弯新月有蟾蜍，民间也叫蛤蟆。湖南有个童谣《月亮粑粑》，就生动诠释了帛画的蛤蟆动物。月下是奔月的嫦娥，右上方有大型的红色太阳，中有金鸟。有人说这是祖先关于太阳黑子最早的形象化记载，连美国大文学家海尔也认为这比西方早约2000年。太阳下面为扶桑树，树叶问有8个小型的红色太阳，并有一龙飞舞其间。帛画中部占1/2画面，由龙、禽、人物等图像构成比较特殊的轮廊，构图诡奇，繁缛生动。中间部分是披发的人手蛇身天帝，据说是天帝是女娲化身，天界还有神龙、神鸟、异兽守护这片神圣之地。帛画天上左侧有2条带翅膀的神龙。有意思的是，帛画上部护驾的2条龙长得还不一样。左侧龙有一对翅膀，与凤的翅膀相似，但是头部又呈现龙蛇特征，其实这里暗喻着龙凤同源。西汉淮南子写道：禹家生飞龙，飞龙生凤凰，凤凰生鸾鸟，同样证明了古人认为龙凤本是同根生。中间部分就是人间主题，一老年妇女在主帐缓行，专家证实却为墓主人的遗像，后有3个侍女随从，前有2人跪迎，并捧进城食品的案，案上置有鼎、壶和重叠的耳环等，描绘墓主人辛追夫人面向西天，踏上了通天之道的景象。这不禁让人猜想，辛追夫人在复杂的升仙仪式下，是否已经乘风仙去？中部的下端玉璧垂磬，彩帛帐幔纷飘左右，其下则是辛追老妇人的家人，个个面色青蓝，神色悲哀，仿佛在哀悼老妇人的逝去。但是先人已去，只能听着头顶这个呈8字形的磬奏出的哀乐。帛画的最下方就是地府的部分，所占部位极少，
正中一立是手托代表大地的白色扁平物，立士脚下横跨一条大蛇，两侧各绘一巨龟，口衔云气纹，背上立笑。下部的两侧画有回首相对的两兽，主体描绘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地神鲧。鲧是大禹的父亲，因为治水不力，死后被罚去做托举大地的劳役。画面中的他双手托举着大地，胯下骑蛇，脚下踩踏着两条巨大的鳌鱼。传说中只有鲧才能稳住兴风作浪的鳌鱼，制止地震山崩的发生。地府中更有面目狰狞的怪狗和驮着猫头鹰的水龟，它们虽不吉利，却能镇压地府中的妖魔，不去侵扰亡灵。此处的龟、蛇、鳌鱼等水族动物，实际上是表示此为水府，即所谓黄泉、酒泉的阴间。第三，一座底下的天书博物馆。考古学家们在打开马王堆3号墓后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李沧儿子的墓穴竟然如一个壮观的图书馆。在一个漆盒里，他们发现了排列整齐的20多种、12万多字的帛书，还有部分检测。这被中外学者们誉为一个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。随葬器物中具有特殊价值的随葬品，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引起了轰动。战国秦汉时期，竹简和帛书并用，为主要的书写材料。帛书又称素书，为一种白色生卷，质地平软，即便书写，但在地下却极易腐烂，因此在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。马王堆3号墓的发掘，使人们第一次见识到它的真面目。这批帛书的宽度约18厘米，有的先用朱砂画好直形，即所谓朱丝览，然后写字，有的未画行格。字体除个别为篆书外，绝大部分是早期隶书，有的书写十分工整，有的则比较潦草，看来并非出自一人之手。也许他们就是代侯公子的日常读物。从内容来说，帛书主要保存了许多古代历史、哲学文献，以及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著作和兵书图籍等。简帛出土后，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野秋批示，立即将简帛运往故宫博物院进行抢救性揭表整理。1974年3月，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，该小组阵容庞大，有来自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复旦大学及中科院各有关研究所、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全国有关科研机构的数十名专家。因为整理帛书、竹简是件异常艰辛且风险很大的事，这些文物出土时已无法按原样打开，只能一片一片揭去碎片，还先将这些碎片按原文的先后顺序复原成原来的样子。拼接也不能在裱好的帛片、剪片上直接进行，只能拿照片拼接。当时也没有非常好的文物修复工具，常常是一把剪刀、一个放大镜、一瓶胶水或浆糊就开干了。当时其中一项工作的负责人傅居友回忆说，因为帛书过于残破，虽然原来揭取帛书残片时都已编上序号，但在拼接时还是不行。有时为了在一大堆残片中寻找所要的那块帛书，就像大海捞针，几个小时也找不到。这样反反复复，搞得人头昏眼花。当然，对于这些天书，拼接只是整理的基础，更重要的是释文、解读。去看简帛实物有很多禁忌，不准触摸，不准用强光照明，不准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面朝简帛说话。所以，整理修复的专家们小心翼翼，慎之又慎。帛书整理小组成立后不到半年，毛泽东到长沙，住在省委招待所荣园1号别墅。一天下午，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，听工作人员读报纸。当读到有关帛书的内容时，脸上露出兴奋之色，问：“还有古书？什么古书？快念下去听听。”毛泽东得知出土的帛书、简牍、帛画等珍贵文物已由国家严格保护，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整理修复、释文研究时，便迫不及待地说：“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出来？”工作人员说：“听说这个墓是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同志主持挖的，何不让他给您来讲一讲？”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找来的李振军详细了解了马王堆汉墓的情况，并问：“不知道这批帛书什么时候能整理出来？印不印书？”“肯定会印的，只是早晚问题，这个我可以跟国家文物局联系一下。”李振军回答说。毛泽东有些迫不及待，连忙说：“待印了书，也给我一本看看。”由于得到了指示，马王堆帛书很快由文物出版社连同新华印刷厂共同组织人员，将毛泽东需要的图书印制出来，在10月初送到他手中。第四，《道德经》被篡改的真相。在众多的帛书之中，老子5000言甲乙2本轰动了世界，让世人对传世本《道德经》又有了重新的认识。原来帛书版的老子5000言，从内容上看有许多地方与传世本不同，甚至是背道而驰。例如传世本中的大器晚成，在帛书本中实际上为大器免成。
这两句看起来只是一字之差，一面一碗，但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原句的意思完全被改变了。还有传世本中的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在帛书中为有，无之相生，难易之相成，每句都多了一个之字，这就解决了有无的先后问题，奠定了有由无而生，无为有之根本的哲学方法论。如此一来，还是能够看出道儒两家后来经历了一番博弈。后世有《道德经》出自儒家改编的《易经》的说法，后来《道德经》的多处篡改，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儒家学说。另外，帛书版并不叫《道德经》，而是叫《老子5000言》，也不分《道经》和《德经》。还有就是在前后顺序上，帛书版的内容是《德经》在前，《道经》在后。帛书版《老子》甲乙两本的传抄年代也略有不同，甲本应该在西汉初年刘邦登基以后，乙本在汉文帝登基之后。帛书版《老子》与传世本《道德经》相较筹以后，发现帛书版的更接近老子本人的思想，也更接近老子所著5000言的本意，而儒家学说维护统治者，使民余的目的看起来很明显。第五，导引图与房中术。1973年底，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，其中有一幅帛画，出土时放置在该墓东过厢方盒内，下半段泡浸在积水中，出土后已成残块。整理复原后，乃是一幅绘有44个各种人物的导引图。这幅图虽然距今2000年，但图中人物颜色依旧艳丽，有男有女，均以彩色绘制，人物动作清晰可辨，栩栩如生。导引就是导使身体的气血合畅，达到肢体的肌肉柔软。导引锻炼的目的便是使身体年轻化，具体方法便是吹嘘呼吸，吐故内心，促进身体内的气血流通。用古时的术语说，便是行气。早在春秋战国时，这种以呼吸运动为主的导引方法已相当普遍。到了汉代，导引疗法又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导引图中44个动作排成4排，是表现根据四季不同气候进行不同的锻炼。这44个动作，从题图文字与动作形象来判断，不仅有仿生动作，如耀背、鹤狼、龙灯、鸟信、木猴冠、圆呼、熊精、鹤口等，还有专门疗疾的引颓、引龙、引屈肌、引象、引迥中、坐引八位等，还有和呼吸自然相结合的养呼、以胀通阴阳等。许多人会有疑问，这些动作古人是如何想象出来的？其实，中国传统道家的修炼有一种静坐内窥的方式，通过入定的方法，达到了窥见人身体状态的境界。导引图可能就是得道之人所悟。当你进行了这种动作练习的时候，这些动作会刺激全身的气脉，合乎自然，从而去邪扶正，将身体调节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状态，与天地一气，以求长生。除了导引图之外，马王堆还出土了和阴阳以及时问等房中术相关的帛书。房中术是中国古代4大方术之一，不仅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开放的生活，还将养生融入到了人的生理。只不过这些内容的确有些露骨。这些书在古代仅仅在达官贵族中流传，甚至太过开放，很多书还失传了，不知道流落何处。而这次马王堆出土的正是最原始的贵族原版，有道是闺房之乐，本无邪淫，夫妻之欢，亦无妨碍，然而纵欲生患，乐极生悲。其中除了各种令人不忍直视的开放情节之外，还涵盖了古经脉、药物方剂、气功引导等珍贵的医学瑰宝。可是当时思想并不开放，考古专家看到了房中术等相关帛书，认为这都是迷信之术，属于古代封建礼仪束缚下的糟粕，一旦这样的书籍出版了，必定有伤风化，于是便没有带回去进行具体研究，甚至有不少专家解读后也并不愿意公布内容。没想到这倒给了日本一个机会。当马王堆汉墓的消息被传出去后，1981年日本医学代表团来访，希望我方可以给他们2根辛追夫人的头发用以研究，却被我方无情拒绝，因此日本还特意向考古部门捐了一笔钱。看日本对此非常感兴趣，马王堆艺术研究会便将房中术相关的拓片当成礼物赠送给了日本。在谈性色变的年代，既然这本书太过露骨，内容也十分开放，人们看不到其中的学术价值，倒不如做个人情，将拓片赠送给日本。结果里面的医学保健、养生知识和房中技巧一起被日本展开了深入研究，并进行了传播。这是后话。第6，世界上最早的地图。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幅绘在帛上的边长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。地图没有标注绘制的年代，但马王堆3号汉墓是公元前168年下葬的，此图绘制的年代当在此以前。据考证，该图大约绘制于公元前180年左右，距今已2160多年了。它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绘在绢帛上的地图。这幅地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，与现在的地图上北下南恰恰相反。地图跨今湖南、
广东、广西3省居，具体地点大致是今天广西全州、灌阳等地以东，湖南双牌县以南，广东连县以西，南至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。地图有主区和林区的明显划分，主区详细，林区简略。主区是汉初诸侯吴氏长沙国的南部，即今天湖南湘江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和九嶷山一带。林区是汉初诸侯南越国的辖地，主区的比例大致为17万分之1至19万分之1。如果用当时的度量制计算，大约图上1寸相当于10地5000米，即为1寸折10里的地图。林区的比例大致为主区的3倍。地图的内容非常丰富，既有作为自然地理要素的山脉、河流，又有作为社会经济要素的居民点、道路等。而山脉、水系、居民点、交通网4大要素，正是现代地图的基本要素，所以这应是一幅相当于现在的大比例尺的地形图。地图绘制的水平很高，它已经用了统一的图例。图中用直线或虚线表示道路，共有20多条，在县城之间以及重要乡里之间均有道路相通。水道则用弯曲的由细而粗的均匀的线条表示。图中绘制了大小河流30多条，其中9条注明了河流的名称，有的还注记了河流的源头。把帛书地图与现代的地图比较，我们发现河流的骨架、河系的平面图形、河流的流向以及主要的弯曲均与今图大体相似。2000多年前，我国地图测绘水平精确到如此程度，真叫人吃惊。图中山脉的画法很科学，它不仅用闭合的曲线表示山脉坐落、山体的轮廓以及延伸方向，而且还用月牙形、柱形等符号表示山簇、山峰、山头、山谷等内容。尤其是九嶷山采用了类似现代等高线的画法。山脉的这些表示方法，比宋至明清地图采用人字形画法和山水画中山的画法要好得多，这不禁让人生疑：2000多年的古人如何掌握如此高精尖的技术？穿越还是外星来客所致？第7，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天文专著。马王堆3号汉墓还出土了2本天文专著，一本叫《五星占》，另一本叫《天文气象杂占》，这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天文专著。五星占是关于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这5大行星在天体运行的记载。它指出金星的汇合周期是584.4日，比现今天文学家所测得的583.92日只差了0.48日，误差只有万分之几。而土星的汇合周期，帛书记载为377日，与今天测得的378.09日亦非常接近。帛书谈到金星的汇合周期说：午出，为日8岁，而复与迎氏晨出东方。也就是说，金星的5个汇合周期刚好等于8年。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《大众天文学》第2册里说，8年的周期已经算是相当准确的了。事实上，金星的5个汇合周期是8年减去2天10小时。弗拉马利翁还利用这个周期预报了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金星的动态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中国在2200多年以前，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周期。据考证，五星占的内容是战国时期干氏星经的内容，而干氏星经成书的年代为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270年，比世界最早的天文学家伊巴谷还早2个世纪。所以五星占应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最早的天文专著了。帛书《天文气象杂占》里的精华就是它有29幅彗星图。20多年前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编写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第3部分《天学》中谈到彗星时，引用公元1644年我国手绘的一幅彗星图时说，他不知道北京明清两朝的档案中是否还有这种手绘的彗星图。他认为公元1644年这幅彗星图就是我国最早的彗星图，但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绘出了29幅彗星图，而且完好的保存在马王堆汉墓内。这些彗星图都会有汇合、汇发和汇尾，十分科学，而且这些彗星图都是头朝下、尾朝上的，这是因为汇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缘故。这一规律在国外直到公元1531年才由欧洲人波特尔阿比安发现，我国比他早发现1700多年。在国外，直至公元66年才有一个出现在耶路撒冷上空的彗星图，欧洲直到1528年还把彗星画成一个怪物。而我国的彗星图还早了200多年，比西欧则早了1000多年。由此可见，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29幅彗星图是全世界最早的彗星图。第8，永久的遗憾。在马王堆古汉墓发掘过程中，考古专家们的工作认真而有序，对每一件出土文物物品都编上号，同时也发现了器官，保存2100年之久的杨梅色泽紫红夺目，有如新摘，藕片如新切，漂浮水上，绿叶如新落之叶，翠绿悠然。然而
一接触空气，转眼间一切全变，面目全非，随后消失，成为永久的遗憾。当考古人员打开1号汉墓东边箱变为133号的陶罐时，人们有些惊奇地发现罐内装有紫红色的杨梅，而且还有果柄，竟和新鲜的差不多。人们小心翼翼地把陶罐搬出椁室，然而在搬动的过程中，因为罐内的水在动荡，紫红色的杨梅果肉离开了果核，颜色也变得暗淡起来。在场的人们无不懊丧地看着这变化的一幕，真是可观而不动也。另一件编号为100号的云纹漆顶搬上来，人们打开盖一看，顶内有半顶莲藕片浸泡在水中。2000多年前的藕片和今天的新鲜藕片居然没有什么差异。但是使人不解的是，随着搬动次数的增加和暴露于空气中时间的延长，顶中的藕片在不断的减少，待到从马王堆运回省博物馆，藕片竟然全部神奇般的消失了。人们疑虑紫红的杨梅和漂浮的藕片在地下2000多年新鲜如初，为什么一见天日便分崩离析，并且神奇的消失？专家们分析认为，出土时清晰可见的杨梅藕片，其实其内部纤维早已腐溶，仅仅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外形而已。如果人们这时不去晃动它，而又避免空气的氧化作用，其外观是不会改变的。在发掘3号汉墓时，当一点点挖掘白膏泥时，突然间发现白膏泥中有嫩绿的新鲜树叶，人们惊异了。人们首先怀疑自己的眼睛，这不可能是2000年前的绿叶。2000年前的绿叶怎么可能不腐烂呢？肯定是发掘时一阵风把绿叶从别处刮来的，甚至是从山上的树上刚刚掉下来的。发掘的人说是白泥高中发现的，围观的人不信，于是有人提议再挖一下，如果能再挖出树叶来，就说明刚才的是真的。在众目睽睽下，挖着挖着，奇迹又出现了，有人喊看，果然又发现了几片嫩绿的新鲜树叶。人们投以惊讶的眼光，真像是刚从树上摘下的呀。当人们把树叶小心地从白膏泥中取出时，人们再一次惊呆。这看上去嫩绿的新鲜树叶，取出后不到半小时，嫩绿开始发黄，并像煮过一般，再过一会儿又渐渐地变黑了。人们同时从白膏泥中发现了竹子，竹子嫩黄，竹皮清脆。人们同样小心翼翼地用白膏泥把它包裹起来，以为这样总该没问题了吧。过了2天，人们打开一看，竹心不嫩黄，竹皮也不再清脆，而且已经变黑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简单的下一个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，但可以肯定地说，古树叶变黄变黑肯定是与氧气接触和空气中的菌类有关。上面我们已经探讨了白膏泥的神奇之处，这些未解之谜恐怕还要后面的科研人员和考古人士继续探索。